间，我回来了，镇魂钉。现如今的活人倒是比鬼胆子还大，竟敢炼制活人煞这种东西。红白相冲，这是准备引来一大群厉鬼，屠了这满府上下吗？既然你的身躯还魂自导了却你的因果，于公于私都得管了。比来。无双道长，时辰到了吗？这次的计划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我绝不给燕王当藤妾。二小姐莫急，时辰一到，这燕王府必然彻底沉寂。那用我的灵犀作引，点燃活人煞，对我没损伤吧？云清雾那个祸患会不会化作怨灵来找我麻烦？他必须魂息彻底溃散，我才安心。二小姐大可放宽心。这催生煞元的玄木锥是我师兄耗费数年心血炼制的邪术法器，云清残留的本源气息便是煞元的引子。一旦法阵启动，巨浪的狂暴戾气会第一时间吞噬他的残魂，吸纳生魂秘器的煞元威力暴涨，届时整个燕王府无人能够抵挡。吉时已至，二小姐，请以本命气血引动法阵，愿力听召，煞元起风。怎么回事？百鬼该去吞噬云清雾的魂息，怎会反噬到我们这里来？除非云清雾的尸魂就在这儿。这么歹毒的心肝，拿去敬酒，怕是能馋哭阴司的小鬼儿。云清雾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是鬼！道长救我！好一个怨鬼，不过是一只新鬼罢了。二小姐别怕，看贫道灭他易如反掌。杀了他！快给我杀了他！百鬼听令，给本道撕碎了他！折腾半天就这点能耐啊！微末道行也敢招惹鬼物，不如我来教教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遇鬼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敕令，百鬼入鞘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敢将别人做成活人煞，那我就送你们一场热闹。鬼门关闭前，这2具恶毒皮囊和脏心肝就送你们玩了，尽情享乐吧。机会给你了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吧。不好，情况不对，鬼气怎么全冲听雪院那边去了？王爷，听尸房那边的棺材开了，尸体不见了。如月，滚出去！好脏！哎呦，可算来了啊！此时到的也太快了。终于见面了，王爷，好久不见。燕王府的人就是这么对待自家新过门的王妃的？退下。燕王府的人就是这么对待自家新过门的王妃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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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下。燕
一身浓郁的血气，偏又阴风入骨，煞气破命。换成普通人早死透了，他居然顽强的活得好好的。这身浓郁杀气对我可是大补之物啊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是人是鬼，王爷你觉得呢？看来是相府弄错了，王妃原来还活着。是啊，新婚之夜死了人多不吉利，白日变喜事，王爷开心吗？开心？王爷既然这么开心，不如我们接着洞房。本王倒是好奇，王妃是怎么从那钉死的棺材里爬出来的？疼，王爷好歹怜香惜玉些啊！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怎么会是我呢？那是我妹妹呀！尚书府嫁女，一生一死。现在我好好的活着，那死在棺材里的，自然就是我那苦命的妹妹喽。哼，鬼话连篇。鬼话还是人话，有用不就成了？说起来，王爷还该感谢我呢。这妖道想在王府施法害人，结果遭了反噬，王爷可要把人带下去好好审查。唉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恶毒手段，居然让我妹妹诈尸从棺材里爬出来乱伤人，真是可怕，太可怕了。王妃可真是给了本王好大一个惊喜。惊喜收到了，王爷是不是该回点礼给我？王妃想要什么回礼？哎呀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如就拿这千金当回礼呗。我受惊过度，走不动路了，烦劳王爷抱我回房。王爷瞧着也不像重伤快不行的样子，总不会连我都抱不动吧？你拉着我干嘛？你这半吊子大夫，说好的万无一失呢？那云清雾邪门的很，肯定不对劲。他万一在房里对王爷暗中使坏怎么办？你咋呼什么？没见你家王爷自个儿都不怕吗？人家都敢主动入局去试探了，你个单身狗愁个啥劲儿？赶紧把那妖道拖下去好好审问。萧晨燕，你个疯子，真不怕被这艳鬼榨干元气，赔上半条命啊！怪哉，萧晨静手腕上戴着玄空大师开光的那串佛珠，真是邪祟的话，离这么近，佛珠怎么会毫无反应？7月3伏天，王爷还穿着这么厚的狐裘，这么怕冷啊？要我给你暖暖吗？没有半点疑乱，只有近乎冰冷的计算。王妃现在的样子，倒真像山野间专门惑人心神的鬼影，没心没肺。王爷不喜欢吗？我刚才可是顺手帮王爷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呢。你不是麻烦，王爷亲自试试，不就知道了。王妃的好意，本通心领，但本王重伤在身，若将病气过给王妃就不好了，恐怕今夜要让王妃失望了。这样啊，好吧，那便早些就寝吧，王爷。接下来，就让本王看看，我这位不知是人是鬼的王妃，到底会露出什么狐狸尾巴。说好的只是趁着中元节来人间度个假玩玩，你居然敢私自留下，还搞借身还魂这一套！夫君爷爷要是知道了，肯定要打断我的鼻骨头！秦武，你个大坏鬼，你欺负我年幼无力！吵死了！你虐待比大坏鬼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要回地府告状，我要申请和你拆伙！真要
要拆伙？行啊，那以后我抓到的那些千年恶鬼、美味凶魂，可都没你的份儿了。外面床上躺着的那位，他身上的味儿你没闻着？入骨阴风，夺命煞气，吸一口大补，还能暴涨道行，你就不心动？本笔刚正不阿，明辨善恶，是绝不会被蝇头小利收买的。要不是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唉，别以为我当笔的就没脑子，你重回人间不就是为了找你上辈子父母和兄长丢失的魂魄吗？你是天命阴官，注定永生永世属于地府，人间轮回不过是裂劫，何必执着？放着地府2把手不当，非要管人间的闲事，你这是自讨苦吃，迟早遭报应的。错了，我口不择言，大佬饶命！报应，我既是天命阴官，手持判官笔，判的便是这世间因果。若真有报应，只管冲我来便是。你看我怕不怕？那你刚才帮外面那尊杀神又是图啥？别说是缠人家身子上的杀气，以你的级别，根本不差那点道行。还个人情罢了。哦，原来是故人啊！那你必须和我约法3章，绝对不能主动坦白身份，阴阳有序，你可别乱牵人鬼情为我。行，答应你。我不主动说，但要是他自己认出我来，那可就不算违规哦。只是当年我死的时候才12岁，他也不过17，曾经大庸最精彩断义的皇长孙，如今竟变成了这冷厉自私的杀神模样。他还能认出我吗？哇，他好勇哦！居然主动丢掉克鬼的护身法器，还背对你装睡，摆明了是引你上钩呢！阿婉坏鬼，快上，快去把他的阳气释出来！王爷睡着了。明明是先躺上床，距离烛火极远，烛火为何会突然齐齐熄灭？我刚才探过他的脉门，他体内绝无分内力真气，根本不可能隔空灭烛。难道这具身体里当真是恶鬼借尸还魂？王爷，你真的睡着了吗？我有点冷，王爷是男子，阳气足，给我供供暖呗。不理我啊，不理我就把你吃掉哦。让你装，让你试探，我让你如愿以偿。确定了，你和他之间不单有恩，绝对还有怨。恩嘛是有的，怨嘛也不少。谁让上辈子他老仗着比我大几岁，人高腿长，天天笑我是个小豆丁儿，还总掐我的脸说包子脸好捏。现在谁掐谁？命是真硬啊，还好普通人不像他，不然多影响咱们下头的业绩创收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好好尝尝他的灵犀，看看他身上到底怎么回事。极品啊！他身上的夺命煞至少有10年了，否则不至于到阴风入骨的地步。他身边应该有玄门的人在帮他压制，但受效甚微。能压住这满身阴煞活到现在，90%是靠他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和常年战场厮杀沾染的杀气。毕竟鬼也怕恶人嘛。不过常年被阴寒侵蚀，盛夏如寒冬，他居然没疯。阿伟，你这老十二是个狠角色啊！那是自然。夸他你骄傲个什么劲儿？少废话！追踪到是谁下的夺命煞没？对方首尾收拾得很干净，用常规方法追踪不到。不过气息我记住了，以后碰见肯定能认出来。如果你用阴官印查的话，用阴官印，下面不就知道我偷溜来人间了？要你何用？看在小时候的交情，本姑娘帮你们一把，不然谁管你安危？
身上的心痛与旧伤无关，都像是在地上滚的。脸和脖子是怎么回事？昨夜我是怎么睡着的？睡着后又发生了什么？这女人居然把我踢下了床，而且她有机会动手，为何没动？王妃，云行雾，臭死了！你给我出去！除了10几年前被剥夺皇太孙身份，获赐这羞辱式的燕王封号外，在北境掌兵这些年，还从没人敢用这种口吻对我大小声。王妃是要本王亲自请你起床吗？昨夜就不该只把你踹下床，应该把你话匣子封住，挂墙上当年画。王爷年纪不大，倒和老人家一样较少得很吗？本王有伤在身，也想多睡会儿，却不知怎么就到了地上。不如王妃给本王解释解释。王爷，你还要我解释？王爷昨夜做了什么？难不成都忘了吗？小样儿，跟我斗！王爷昨晚被女鬼吸走精气了。先去书房。王爷，云尚书登门了，正在前厅候着。等了一夜，没等到本王的噩耗，沉不住气了。无双那个女妖道审出什么了吗？人还昏迷着，能试的法子都试了，也不像是装的。没准儿是新进府的那位，不愿让他醒呢。直接把云后行领去摘星院。另外，把云玉娇的遗体和那口棺材也抬过去后，行着当爹的，好好认认，好好认认他的好女儿。王爷，我好好的女儿嫁入王府，怎么就死了？云尚书健忘不成？从你府上抬来的是口钉死的棺材，现在倒跑来质问本王人为何会死？我大女儿出嫁前喜绝而亡不假，但我二女儿玉娇嫁进来时可是个大活人啊！哦，是吗？哎呀，云尚书记错了吧？明明活着嫁进来的是大小姐，静静躺在棺材里的是二小姐啊！不可能，躺棺材里嫁进来的明明是我大女儿云清雾。这倒是奇了。那昨夜与本王洞房花烛的是个死人不成？来人啊，请王妃出来见见她的好父亲。哟，父亲大人来了。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何方鬼物，竟敢在王府作祟！什么鬼物？道长可别乱说话。这不是云尚书的大女儿，咱们府上的燕王妃吗？不，她绝不是我的大女儿，她是邪祟，她肯定不是人。我大女儿昨天就没了，我知道了，定是这邪影夺走了我的玉娇，对不对？贫道刚一进王府就感觉阴气弥漫，料定有恶鬼害人，这下找到源头了。这位是？贫道法号无极。我师妹怎会变成这样？师妹，此女难道不是云二小姐的陪嫁？本王还道此女忠烈，不舍救主，想下去给云二小姐作伴，触棺撞死了呢。此女既是你师妹，那便并非寻常陪嫁。本王现在倒是好奇，尚书府陪嫁进来一个女道士，存的究竟是什么歹毒心思？王爷，都是他，是他在害人啊！王爷明鉴，我师妹混入王府，绝无害人之心，实在是因昨夜日子特殊，担心有恶鬼破坏大婚，才暗中保护。不曾想，竟遭了这恶鬼的毒手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此等借身还魂的邪祟，最会施展鬼遮眼，蛊惑人心。他夺走玉娇生机只是开端，日后势必要日日吞噬活人元气，才能维持皮囊。此兽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对，不能让他留在人间作恶。哪儿来的牛鼻子老道，空口白牙，
你说我是鬼，我便是鬼了。妖孽还敢狡辩！贫道这就让你现出原形！好一只邪祟，就有如此道行！好一个蛮道士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我说王爷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外人上门，当众污蔑你的王妃？王爷到底还是不是男人啊？王妃所言有理，袁尚书和无极道长既然笃定王妃是鬼，那就拿出实证。如若不然，那就都去地下当真鬼好了。贫道自有办法证明邪祟未火。只要架起柴堆点燃大火，被附身的邪祟受烈火炙烤，自然会被逼显形。你清醒点吧，活人就不怕火了？是个人丢进火阵里受烈焰炙烤，不是邪祟也能被你折腾成一缕残影。你何不建议直接把我封进断息法阵，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喘气？荒唐到家！不过，要让我心甘情愿受着烈火考验，也不是不行。就我一个人上烈火考验台，多无趣啊！按你说的，邪祟才怕火。反正你是人，你不怕烈火试炼，那就一起上试炼台呗。你若是怕了，那就说明你心里有影，你也未必是人。若不是人，那就该由黑甲卫请你入阵受审。你，来人，架柴点火！区区恶灵，区区凡人，区区凡人，真以为这点凡火奈何得了我？今日我便兼程救济大火引整座燕王府的劫数，让燕王和当年的仙太子一样，一并沉入这场火劫。无量天尊，芙蓉借火！王爷小心！王爷可要当心了，这恶灵道行极深，他这是要拉着全王府的人一起陪葬。你很喜欢玩火吗？这恶道士想趁机烧地所有人，还要把祸全扣在你头上。玩火？不好意思，我在殷苏才是玩火的老祖宗。祝融之火，专克邪魔，刚正不阿。借火神之威，作恶者必引神怒，反噬自身。怎么回事？无量天尊，请祝融绝火！请！哪来的狂徒，竟敢借火神之势作恶？火神？不可能！我的道行怎么可能请得动真神？凡尘妖道，敢借火神之名行凶，绑住！火神恕罪，我错了，玩火自焚。王爷，妖邪已遭天谴，我的清白证明了吗？自杀。
王妃呀。王爷，臣冤枉啊！臣什么都不知道。锋芒在火色余烬中拉出一段的白日。先是将死人嫁入王府，又带妖道入王府行凶。云尚书谋害皇族，可是要诛九族的死罪。误会，王爷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臣也是被蒙蔽的，臣根本不知那是妖道。臣是担心王爷的安危，今日才特意带他过来查看的。担心？我还以为父亲大人今日带人上门，是来替女儿收尸的呢。我说父亲啊，现在你可记清楚了，昨夜躺在棺材里嫁进王府的死女儿到底是谁？是玉娇，是玉娇，死的是她。亲武啊，你原谅父亲，父亲我也是被蒙蔽的，咱们是亲父女啊，骨肉相连，为父平日里也是最心疼你的。蠢出升天的老狗，还真当我是云清雾诈尸呢。要是真正的云清雾在这儿，瞧见你这副可悲模样，怕是只想亲手讨回旧账。是啊，谁让咱们是亲父女呢？亲人间哪有隔夜仇？再说，好歹你也是王爷的岳父，王爷大人大量，怎么会真要了你的命呢？是吧，王爷？看在王妃的面子上，本王今日不是不能宽恕云尚书的冒犯。多谢王爷，多谢亲武。那我替父亲谢过王爷了。不过嘛，我与王爷新婚大喜，府上留口棺材和一个王者，实在太晦气。既然妹妹出嫁前就没了，那自然算不上王府的人。这尸体和棺材，当初是怎么从尚书府抬出来的？今儿父亲就怎么原样抬回去吧。啊，对了，我瞧着妹妹的怨气似乎有点重啊，父亲回去可得好好为她置办丧仪。毕竟这枉死的冤魂，头七那天都是要回来索命报仇的。上辈子，我和萧晨燕曾联手救过3个被人牙子拐走的小孩，2个女孩被刺了字，小男孩运气好躲过一劫。原来是他们俩。萧砚台把他们养得不错嘛，摆善吧。哭什么哭？你这丫头，她要是化作丽影回来索命，第一个不放过你！你给我挡在前面！好痛啊！别动！快点点！谁把灯灭了？谁把灯灭了的？是我啊，父亲大人，我回来找你了。救命啊！去吧，接着闹。今晚让他好好享受享受。你对这里怎么这么说？这里曾是我的家，老皇帝倒是大方，竟把我家镇国侯府赐给了云后行这等背主求荣之辈。难怪你要帮云清雾报仇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！等等，明君爷爷下过禁制，不许你看历劫时的卷宗，你是不是偷看生死簿了？放心，就偷看了一眼，刚好看到是云后行故意断了我父兄大军的粮草，还向胡人泄露军情。说好的只是找魂魄呢，你这是想杀凡人报仇，阴官擅杀凡人会遭天谴的。我哪里杀人了？报仇的是云清雾，我只是来看热闹。再说，他云后行不是还没死吗？
萧晨燕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错觉，这味道像是初雪的雪莉，又夹杂着韵味的冷香。这香气在云清雾的身上听到过。这家伙难道察觉到我了？他怎么也来找云后行罪证的？调虎离山计失效，呼影回来了。云清雾，若你真的在此，接下来你会怎么做？果然是故意露馅给我看的，黑心肝的萧燕蝶，居然有密室！萧晨燕怎么知道？这以前不是你家吗？上辈子我10岁就离京了，书房本就少来。至于他，肯定是我大哥云峥带他钻进来的。当年他俩好的能穿一条裤子，这府里有几个墙角暗洞，他都一清二楚。好家伙，这得有几10万两吧？当官这么富裕？云老贼可是户部尚书，国库里的硕士。等我回去摆个五鬼搬运阵，一根毛都不给他留。撤！杯热水，我要沐浴。居然是账本，这上面的日期和你查的旧案没关系啊？是没关系。但这些贪腐证据足以让云家满门难逃清算。萧晨燕夜探尚书府，找的估计也是这东西。那你这么火急火燎赶回来洗澡干嘛？自然是等客人上门找我要东西了。来了，进来。睡得太久了，身子酸得很。过来，给我捏捏肩。本王晚些再来，你不必出来。王爷深夜来我这渊里院，是想我了吗？王妃觉得呢？我觉得王爷定是想我了。这毒命煞果然棘手，昨晚刚吸了一补，今晚居然又翻腾起来了，大补啊！这香气和书房里的一模一样。白天我的寒症缓解果然是因为他，他到底是谁？王妃今夜一直都在府上，不然呢？尚书府书房。我娘家怎么了？你弄疼我了。云清雾，你要与本王一直这样演下去吗？没意思。我手上吧，的确握着点王爷想要的东西，这可是我的嫁妆呢。王爷若想要，总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吧。明儿我归宁回门，王爷得给我把面子撑足了。嫁妆？你说想要什么？那就金山银山先来几座，窄短10座，婢女小厮20个。再来20匹宝马吧。他太过分了！就算把咱们王府里外扒光，也凑不出这么多钱啊！王爷的钱全打进北京军营了。我这要求不过分吧？这点小要求都满足不了，王爷也太抠门了。本王还以为王妃与令父不睦，不曾想倒挺会贴补娘家。谁让我这人孝顺呢？我那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简直可怜。我这当女儿的，当然得帮他把妹妹的丧事办得风风光光啊！
这金山银山宝马香车的烧下去，好歹让妹妹在底下有点闲钱嘛。他说的金山银山是给王者用的纸扎？王妃是要本王送你一堆纸扎当回门礼？是呀，气得那个老顽不跳脚。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。只送这些，恐损了王妃的颜面。听上去我是有点吃亏，那不然剩下的，王爷想怎样？王妃早点安息。切，男人。萧晨燕，嫁妆先给你了，明儿的牌面给我撑好。对了，以后觉得冷的时候便来找我吧。多谢。王妃，对不起，昨晚是我误会您了。拿着，贴身放着，能驱鬼辟邪，保平安。王妃，多出的这个红符是给那个一个劲儿说我是艳鬼，天天担心我吸干你们王爷阳气的那个小破孩儿。王妃怎么连百岁偷偷骂他都知道？他真不是鬼吧？大夏天的，谁在背后说我？牌面是有了，不过还是差点意思，应该再叫个吹梆子，一路吹着唢呐去才对味。王妃可真是孝顺。那是自然，毕竟是亲父女，我自当把这份孝顺尽到极致，送他老人生风光光。这云尚书今天怕是真要被王妃笑到招架不住吧？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才一晚上就被那艳鬼给迷了心窍了。唉，什么鬼东西啊！王妃赏的，说是能驱鬼辟邪，保平安。吹好了，不然的话，小心今晚鬼敲门，半夜爬上床，吸干你的阳气哦。捉弄人，算是你的天性吗？真是个会自讨苦吃的倔脾气。昨晚我都给他递梯子了，也不知道顺杆往上爬，非要硬靠。见别人不痛快，我心里便痛快了。王爷可是觉得冷了？昨夜干嘛不来找我呀？账本你看过了。王爷，我这份嫁妆够厚重吧？的确丰厚，匣子内除了账本，可还有别的东西？没了。当年云后行故意延误军机，拖延粮草，事后更是站出来构陷镇国侯，满门叛国。这等抄家灭族的罪证，时隔10年，估计早被他销毁了。不过，单凭这些贪腐账本，也足够让云后行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但出于谨慎，那间密室我还得亲自去探一探，看看是否有遗漏。萧晨燕，你过来点儿，再过来点儿。我给你说，燕翔哥哥，过来过来，我给你说。你说，我需要一个地方，要绝对安全隐蔽，地方最好大一点，用来藏东西。你想藏什么？当然是去搬空我的嫁妆喽。
云后行密室里的那几10万两金银珠宝，今天本姑娘要用五鬼翻运术全部给他搞走，1文钱都不留。拜见王爷，拜见王妃。老爷和夫人因二姑娘的死悲伤过度，难以下榻，这才让老奴出来迎接，请二位恕罪。你这人是刚在烟臭池里泡过澡吗？胖臭！臭，简直臭不可闻！这管家到底是做了多少亏心恶事啊？连灵魂都被腐败浊气和铁锈香味腌入味了，恶心死笔了！那日送签时，来的也是你。本王今日亲自陪王妃回门，云尚书却让你这种不堪之人来相迎，他这是想给谁下马威？王爷息怒，老奴不敢，老奴绝对不敢啊！这冷面王爷哪里是来回门的，分明是来找茬的。还有这个大小姐，明明就是个不该归来的阴影，攀上燕王就敢在这里摆架势，真当没人能治得了他吗？也罢，仆随主气。本就是一潭浑浊旧水，还能养出什么亲戚不成？将本王妃为父亲和妹妹精心准备的厚礼统统搬进去，动作给我仔细点儿，别磕碰坏了，可不能让我那可怜的妹妹走得太冷清了。王爷、王妃夫人在后院的祠堂那边等候小姐呢。护好王妃。是。哟，萧砚台今天转性了，知道关心人了。啊我，这管家身上的怪味越来越浓了。看来他们侄儿可是不想丢敌我，就等着你踏进局里呢。不过他们动作够快的，我还以为云清雾的阴魂能再闹上几天呢。我倒不觉得奇怪，云后行能找来无双无极那2个旁门术士，自然有这方面的暗线人脉。昨夜我晃眼瞧过那个罗氏，发现了一件极有意思的怪事。云后行孽债缠身也就罢了，罗氏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后宅妇人，身上的孽债竟然比云老贼还多，说是罪痕深重、恶行满其增都不为过。这尚书府藏污纳奏，简直是个魔得很啊！快关门！尚书府好大的胆子！夫人，快救命啊！夫人！慌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不过一个外来丫头和2个小婢，竟也让你们乱了手脚！速速摇铃！我的头！王妃给的符，竟真是仙家宝物。他撑不住了！你还真是命硬，当年那场煞局都没能困住你。虽不知你得了什么机缘，学了点通玄本事，但你以为就凭你那点微末手段，换来些阴影闹腾2下，就能在我尚书府兴风作浪？是不是感觉头疼欲裂，痛苦难当？这摄魂灵只需再响半炷香，你就会神智崩溃，彻底让我摆布。届时我要让你尝尽万般折磨，
再用这摄魂镜，让你感受灵石崩散的滋味。我要让你给我可怜的玉娇偿还一切。嘤嘤嘤，听上去好可怕哦。本姑娘给了你半天发挥时间，你就拿这点寒酸玩意儿来糊弄我？你没事？怎么可能？昨夜那只厉鬼明明一听到铃声就被压制住了，不然呢？就凭头顶挂着这几个破铃铛，还是凭你手里那面旧镜子，或者凭你想得美？好歹那2个妖道还算有点微末道行。你一个毫无法力的普通恶妇，到底是哪来的自信，敢用这些邪物来对付我？这绝对的不可能！年轻物，你给我消散吧！打脸这种事儿，果然还是得亲自动手才最舒坦啊！哇哦，爽！你根本不是……对呀，打到现在才发现我不是你那个女儿吗？现在才明白，未免太迟了。你说你也是没稍的出息的，给你机会让你自个儿报仇，结果才闹了半夜就被人收进去了，丢不丢鬼脸？啊我！这青铜镜竟然是个能吞鬼的邪器，除了云清雾那个倒霉蛋，里面竟然还藏了上百只小鬼。这罗氏用自身精血强行开镜，想放出这些厉鬼来杀你，他脑子是空的吗？虚做这种邪物，每用一次都是在疯狂自己的阳寿作为代价的。是啊，以疯狂燃烧自身阳寿作为代价，来放鬼害人，猪都没他这么糊涂吧？这糊涂人果然什么都不知道，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。让我猜猜，这面号称能护身的青铜镜是那个女妖道无双送给你的，还是那个被玄火反噬成灰烬的无极给你的？原来如此。这镜子里的灵怨对罗氏和他手下这群人充满了极度怨恨，看来这些灵怨生前都与罗氏的恶行脱不了关系。那2个妖道和罗氏绝对早就有勾结，他们故意把这面吸食阳寿的邪镜送给罗氏，打的根本就是借刀灭口的主意。这个糊涂人还感恩戴德的以为人家送的是什么护身法宝呢。 Freeze， 我是真的很好奇，你一个深闺内宅的妇人，手上怎么会沾染那么多条人命，而且还全都是小孩子的命！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你不是费尽心思想使用这面镜子吗？今天姑奶奶就亲自来教教你，这件邪器到底该怎么用。王妃，他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，我导的这出好戏好看吧？
好看，就是太妃阳寿了。想不想看得更清楚一点？替他们开一半的阴阳眼就够了，要是全开了，省得第一次见这么多真灵影，把这俩小丫头直接吓懵。好多暗影炫影，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青年的身形？这些执念之前全都被禁锢在那面铜镜里面吗？古镜本是通灵势能法器，可疏导世间残存的逝者执念，制衡邪秽。但这面青铜古镜被卑劣妖道用恶毒秘法篡改属性，沦为专门囚禁吞噬无辜亡魂执念的邪术器具。妄图借助邪气之力走捷径，本就要承担反噬风险。世上从没有免费的便宜，邪术害人，终究会反噬自身。所以现在罗氏一行人是遭到邪去反噬了。这些怨念是王妃您出手操控，在惩戒他们吗？反噬不假，但我从未出手操控这些执念。善恶终有报，恶果自食其果。谁亲手制造了悲剧，残害滔天怨念，自然会向始作俑者宣泄反噬。一次性害了这么多无辜生灵，他们私下定然勾结拐掠之徒，肆意掠夺无辜之人，显然绝不只是图财那么简单。这恶毒的女人理应承受因果清算，这种十恶不赦的毒妇，居然也能安稳当上尚书夫人。云后行那个老谋深算的家伙，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对了，差点把那位旧账主给忘了。青雾啊，做灵呢，不要厚此薄彼。这么盛大热闹的复仇盛宴，怎么能把你最最敬爱的父亲大人给忘了呢？雨露均沾这个道理，你懂不懂？懂，大佬教训的是，怪我第一次做灵没经验，是我不懂事了。去吧，这满院的上百只灵影，今日全部替你调遣，带着他们给我冲进前院主屋，继续狂欢，接着给我舞。这满府的热闹，可是你们自己求来的，自作自受。那就给本姑娘好好享受这无尽的因果回响吧。想要叫停，连门缝都没有。这不可能！这账本明明被我锁在书房最隐秘的密室内，怎么会落到萧晨晨的手里？明明只等罗氏用青铜镜除掉云清雾那个月灵，我就能有喘息之机，再慢慢图谋对付萧晨燕的办法。萧晨燕若是不死，死的就是我。可这杀神又岂是那么好除掉的？王爷这是何意？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，你自己选。生路？以你这活阎王的脾气，拿到账本却没有立刻让我万劫不复，显然是想从我身上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。不知王爷给下官的生路是什么？10年前北境之战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下官听不懂王爷在说什么。10年时间，你踩着镇国侯府满门旧院上位，一路爬至这户部尚书的高位。按照这账本上所记，这10年间，你一共贪污了171万两白银。本王给你一个机会，写下认罪书，共指出当年构陷镇国侯府满门封灭的主谋与所有涉案人员，本王保你全家一命。又或者，10天之内补齐你贪污的所有银2天不国库，否则这账本上的所有内容10日后便会传遍整个京都城的大街小巷。我真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萧晨烟这个疯子竟然还咬着不放，想为镇国侯府翻案。他仅仅是想替镇国侯讨回公道吗？不，他分明是想借此查出仙子东宫旧事的终极真相。不管是哪条路，只要我吐口，幕后之人绝不会放过我。外面吵什么吵？云后行！救命啊！
救命！王爷救我！且浅皮与夫人果然是如胶似漆，感情深厚。本王就不打扰二位的雅兴了。云尚书可得好好活着，多撑几天，本王还等着你的最终选择。这不可呀！锁死！务必要让云尚书和夫人在这密闭的屋内如胶似漆，相敬如宾，绝不能让任何闲杂人等打扰了他们的雅兴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场惊世骇俗的热闹是谁的手笔，还真是看得人身心舒畅。这些纸人纸马，不就是今早青薇让黑甲卫搬过来的那一批吗？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走吧。王爷，卑职刚才趁乱去那间密室查看了一番，里面已经被彻底搬空了，连根毛都没剩下。藏嫁妆。云清雾呢？王妃她已经走了，她前脚刚走，后脚那些跟她接触过的罗氏，还有整个后院的下人们全疯了，一个个跟厉鬼上身似的，见人就咬。卑职刚才过来的路上，遇到好几个发疯要扑咬我的下人，结果我怀里王妃给的这道红符一烫，那些发疯的家伙就像是见到了什么最恐怖的天敌一样，齐刷刷的避得远远的。吸干你阳气呀！给秦武姑奶奶恭恭敬敬的上3炷高香。这位姑奶奶绝对是不能惹的真神，以后必须得当成祖宗一样高高供着。真遗憾啊！要不是这热闹是群鬼乱舞的鬼热闹，我真想当个小马大留在墙头再看会儿啊，太解气了。热闹看完了，甚是精彩，仿佛都这目光压得暗了一度。云后行的密室空了，你做的？你猜？云后行这些年贪污白银，共计171万两，论罪，移3族也不为过。这么多，我还以为就40万两呢。抓到了！我犊子说漏嘴了！看什么看？那40万两现在可是本姑娘的嫁妆，我可没准备用嫁妆贴补男人，心疼男人倒霉几辈子。哪怕是你萧晨夜，再铁的旧日交情，咱也不能谈钱，谈钱伤感情。移3族怕是不够，那罗氏手里还有上百条人命，且全都是苦命之人。上百苦命人殒命。当初那2个叫无双无极的妖道，恐怕也和这事儿脱不了干系。他们的来历查出来了吗？你可以让人查查京中这些年人口失踪的悬案。这2个妖道几日前突然出现，入城后直接进了尚书府，现今2人皆已无从对证，要查来历，倒是有些麻烦。哎呦，我看好你呀！遇到麻烦那就解决麻烦嘛，这等小事对咱们雷厉风风的燕王殿下来说，还不是洒洒水啦？百岁，传令下去，彻查京中及周边10年内所有人口失踪案。遵命。拘魂这种事，愚公是从我们阴司手里明抢亡魂归侧。于私，我父母兄长当年战死后魂魄无踪，是否也是遭遇了类似毒手？老皇帝沉迷求仙问道，不管政务，这大庸的土地上真是越来越群魔乱盟了。这条线索值得深挖。本王听说，心怀怨恨的鬼物才会逗留人间，若是大仇得报，就会离去。王妃的仇报了吗？怎么，王爷到现在还觉得我是鬼啊？担心人鬼殊途，折了你的寿。能为我所用，
人又何妨？鬼又何妨？鬼这种存在，王爷还是少招惹为好。一旦被缠上，可是很难摆脱的。譬如你吗？哎呀，我就不同了啊！我可是贤惠纯良，与王爷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呢。王爷自己说说，我来了之后，你是不是感觉身子骨都健全了些啊？上书府那股恶臭味真是把我熏得够呛，赶紧吸2口极品山气回血。推开他，可是每每与他靠近，我体内痛不欲生的寒症就能奇迹般减缓。这简直就像是久寒逢甘露，又像是飞蛾扑火。不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更像是饮鸩止渴。身边这个女人，就是最致命的鸩毒。我不介意以毒攻毒，但我绝不允许自己失控。你冷静，你千万要冷静！只要没被我一头撞坏，就绝对还有希望。我豁出去了，上天入地也一定想办法让你恢复如初。云情物，你给本王闭嘴！